Hello，大家好，我是狗我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现在已经很晚了，但是因为这两天比特币的行情也非常的狂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录一个视频，简单的讲一讲我对行情的一个看法吧，算是一个分享。然后在讲比特币的行情之前呢，想先就是跟大家回顾一下，很早以前或者说就是最近的4、5年来比特币行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啊。之所以会有这个回顾呢，是因为有群友他问我说，比特币会不会到10万刀？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从2017年的时候2017年9月就是上轮牛市的一个起点吧，然后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到了2万，就是从3000多，对3000多到了2万，然后到2万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所谓熊市啊，确实挺长时间的，因为从17年的12月一直差不多到了19年的4月，它才真的再一次起来，就是再一次往上走。然后这一次呢，走到了14000多，就比特币到14000多，然后又开始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一个熊市。但是你说熊还是牛呢？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定义啊，因为它在这里也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它也有去到过7000，然后又回到了1万啊，这个字可能很小，你们听我说就好了。然后呢，它最高的时候回到过1万多，然后在2020年的3月12号，它又一下子跌到了3900，就是有的地方是3800，反正大概是这样子吧。就那一天那一天我正好有在看盘啊，就是在看着盘面的跳动，非常的刺激，非常非常的刺激。啊、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看到，第一波比特币上涨了587%，就是差不多6倍。第二次呢，从最低点到高点呢是涨了3倍啊，303.3倍。然后第三次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到了这一次了，它是从从具体来说是3800吧，3000或者是4000吧，从4000呢是涨到了64000多，总共涨了1483%，就是15倍这样子。然后再一次跌下来，这次跌下来也是有腰斩啊，从64000、65000一直腰斩到了29000，腰斩再多一点点，然后呢再上涨一次是涨了137%。那现在大家又觉得哎，可能这个牛市又要回来了我想表达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其实我认为不要过多去纠结牛市或者熊市它的这个定义，其实每个人每个博主对于牛和熊的定义呢都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有些人他做的就是短线的交易，所以牛熊对他来说没不重要啊。比如说那些喜欢做杠杆的。喜欢做合约的，那他一旦加了杠杆之后，其实都没有关系啊，就只要有波动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他们做的是长线的啊，他们可能这个长，有的人做的是半年，有的人做的是1年，还有人呢，他是直接，比如说我在4万的时候，他一下子买进去，然后说我放3年不看。就像在上轮，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有朋友，他是在6500的时候。买进去比特币一次给我买了几百个，然后就放在那里。他说我不看，我也不动。然后直到今年，他说哎，那我收获了这个很高倍的一个收益。他6500到现在的话，也有差不多8倍，6848，对，也有差不多8倍的一个收益。最低的时候到3万点的时候，也有差不多5倍的一个收益。就说这样一个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吧，就是想跟大家讲说，牛市和熊市呢，不用太过 care 这些可能是博主或者 KOL 他们会经常喊的一个东西，用来去吸引大家。包括我也有时候会这样说，但是我好像很少会去说什么牛回速归这样子。但对于一个交易者来说，就是我相信看我视频的很多都是正经的，自己在投资再去交易。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想清楚的一个事情是，你自己做的是长线的，还是中线的，还是短线的？那这个长中短其实你有自己的定义。比如说你的资金只够你来这样子做投资，可能1年的时间，或者是半年的时间，也许你的钱是借出来的，是有杠杆的是要付利息的。那你的交易方式肯定跟别人不一样，你能够扛多久，这都是因人而异的。那你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节奏这个话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我可能在几个月前的视频也有去讲过同样的一个观点。那之所以再重新讲呢，也是算是回应那一位群友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会不会到10万？那我也很真诚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认为比特币是会去10万的它一定是一个长牛
啊，这个我从来都没有说改过口或怎么样，就我不认为比特币它会归零啊。当然我在持有空单的时候，我希望它跌，但反过来我在持有多单的时候，我希望它涨，但那些都是比较偏短期的。长期来看，对于现货来说，我认为比特币是一定会一直往上涨。就我认为这一个东西，比特币这个东西，它的未来是一定会很持久，而且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会上上下下，它有可能会腰斩，会膝盖斩。就像当时人们都会觉得，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比特币在6000多啊，大概是这个位置吧，2018、2019年，就是6000多这样子，很多人都认为6000是一个铁底了，就是大概这条线，大概是这条线吧，这是7000啊，可能再低一点。你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在，比如说这个位置都还是6000，就大家都觉得6000是永远都不会破的铁底，但是之后它就又在6000的时候腰斩到了3000，然后人们以为这一次腰斩完之后不会再腰斩的了，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它又再一次的回到了3000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很魔幻的东西。然后至于你说今年最低的时候是29000，就是3万吧，我们算它3万吧，那它会不会破这个3万呢？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预测这样子的剧本，我只能是看到了那个时候比特币行情会怎么样子走，比如说明显有空头的很强势的一个表现，那我会认为，它有可能会跌破3万，不好意思，口误，3万啊，29000，3万和29000。如果那个时候空头很强势，出现了这种空头的主量能，比如像这样子的一个超大的、超高的一个空头主量能，我认为它有可能会跌破3万。但如果它没有出现，它出来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多头的主量能，看得见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这一个，我把它拉起来，就是这个高度的这根线。如果是这样子，那它就有可能就去10万了呀，就是这样子。没有，我觉得说剧本没有意思啊，有些这个。就是博主吧，或者是意见领袖吧，他有可能在 A 说，他认为比特币会去10万啊，或者是他认为以太坊会去8000，然后他又会在 B 一个地方说，或者在另一个时间段说，B 他有可能会跌到这个1万啊，或者是会跌到2万这样子。然后等到那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他再把他说对的那个拿出来去跟大家讲。这种事情我以前自己作为一个炒币人来说，我看很多所以我觉得就看看就好，看看就好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多了，那我说一下今天的重点，当然也这个重点反而会比较简短，就是这个比特币行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通道。首先这个通道呢，在上个视频里面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把它的这个通道的位置调整了一下调整一下呢，然后马上就发现今天白天价格就一下子就过了这条斐波那契上升通道的一线。这个一线呢，目前来说它过的位置呢还没有超过3%，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超过了以后怎么办我认为就是你再等一等，等一等，如果它超过以后它远离了，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去绘制一个这样的通道了。这个通道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像这些位置，我在我不记得是上一期还是上一期视频的时候，当时我录完之后我有发一个推，我就跟大家说，其实在这个上升通道里面，你去找一些做多的点位，就对于合约来说现货不用管，你对于合约来说找些做多的点位会比较轻松。比如这些0.618、0.786都是你可以去建立多单仓位的时候，或者是你去累加多单仓位的时候，这样子你会做的比较轻松如果你是真的有这样的做，比如这里有建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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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现在整体的一个收益都是比较可观的然后我这里呢，我是刚才我自己动手去尝试了一下，就是如果我把这个通道的线回复到上一次视频的时候上一个通道就是调整之前的通道，也会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价格今天刚刚好就到达了一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精准的一个位置。那到一线之后呢，它就开始有一些的这个回调了从应该是到48000、47900吧，这是
Bybit 的 BTC USD 啊，47,900，然后呢它就回调一点点。目前来看，从量能来说呢，之前这个多头量还是很强，所以对于接下来的行情呢，我依然会觉得它比较大概率的会真的是冲出这个一线的位置，然后去到下一个空间到下一个空间。但是又不得不说，最近的这几个4小时呢，多头呢是缩量缩的比较厉害，所以我会觉得，因为现在已经开始一个新的4小时了，我们可以稍微的再看一看这个4小时会怎么样子发展是会变成一个多头的强势，还是变成一个空头的强势？我们等一等等一等，看一下多头呢有没有维持一个还不错的量也要就是关注一下空头，就是红色的亮柱现在还没有出现现在是绿色的，它会不会变成红色？其实不知道，因为这一个4小时还没有结束。这个红色的亮柱它会不会变得很强？我们要看，如果变很强，那么它是有可能会回调的它有可能会回调到这个45000的位置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说它依然是绿色的，而且它的量没有缩小，比如说怎么样没有缩小？比如它依然是有这么高的一个高度或者是再高一点或者是低一点点也没关系，就是这样子，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再往上。所以我们再等一等就我不是每期视频都能够很明确的给出来方向，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有时候在的时候，就是在斐波那契的时候，我会觉得可以尝试开一开空单，也许会有一个不错的回调赚一点是一点这样。但是今天我没有办法直接给出来，因为我认为这个量还有这个时机，它并不能够让我马上给出来一个方向的一个判断，所以大家再等一等，再看多一个或2个4小时。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以及转发给你的朋友。最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以及关注我的 Twitter。好，就这样，拜拜。